嗨，嗨，这集我们来聊聊混沌初开、创始之初，然后怎么形成天地啊？这好像在讲什么这是什么？上帝拍天辟地，然后怎么产生宇宙啊？没有啦，没有这么复杂。这集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整个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所形成的？它最基本的建筑的一个是用什么材料去堆砌起来的？我们人啊、宇宙啊、万物啊，那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去堆出来的？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基础粒子？科学家老是在寻找一个宇宙间最基本的粒子。哦，那到目前为止还没算找到一个结果。那但是量子力学的推论比较接近真相。他说的大概是这样：其实整个宇宙间没有所谓的基础粒子。那其实一个粒子它是一种波动去形成的。那这个波动其实因为是波动嘛，所以它就有频率。那所以每一个基本的粒子，它是有一种频率的波动所形成的一个现象，就有点像这样。大家看，这样就好像有一个实际的实体在中间这样啊，其实它只是一个震动，它不是一个实际上的东西，很硬的一颗东西在那里，它是一个震动。那所以世界组成所有的粒子，它其实只是一个震动，只是震动。当一个波在震动的时候，震出一个场出来，那个场形成了一个粒子，变成一颗这样。粒子不是那个吃的那个粒子啊。那这个东西我们所谓的上帝粒子，这个粒子从古代其实中国就已经有说到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不明白，中国古代叫做气，气不是空气的气，气它不是空气的那个气哦，它是气功的气，龟派气功的气。我们感受到那个气啊，那个场，其实就是由所谓很多的这些基本粒子所形成一个场。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有气，这个就是基本的粒子。中国的气它写法还不太一样，下面反正有4个点的，那个气，中国早就知道这个东西了。而且是实际去印证的，用气功，然后直接去感知。气功有分外功、内功，然后去感知到这个气，动功、静功等等，都能够让我们身体很容易去感受到这个气。这个就是宇宙形成最基本的粒子。那这个单位，可以把它叫做一种意识能量单位吧。意识能量单位，因为它每一个都带有意识，它其实就是一种振频、一种振波、一种频率。那每一颗都带有频率，然后展现出一个粒子的样子。那这种叫做气。那这个跟我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天地万物组成的最基本的一个结构。所以跟人不仅有关系，而且是非常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对，没错。气被我压爆。我们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信念要产生现实。产生实相，这个就是中间的介质，也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想法、情绪投射出去之后，然后我们投射出去的是信念。那信念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空中？其实虚空里面其实就是以波的能量的方式，其实就是聚集了这些粒子。每一个粒子它都带有意识，这是我们投射出去的信念。那我们投射了一堆这种粒子在虚空当中，那这些粒子呢，它就会吸收相关跟它一样的同样属性的粒子，而组成了一个事件的一个场再回来。那其实它就是介于物质世界跟我们的意识、信念中间的一个桥梁。那由这个桥梁去建构出整个事件，甚至整个宇宙回馈来给我们。所以这样就相当重要。这个东西不仅是我们心想事成，我们要建构我们的外境回来，我们要显化属于我们想要的一些外境回来的一个重要的介质。它同时也是构成我们身体所有运作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能量。我们身体在古代来说有讲说我们有任督二脉。这是道家的讲法，任脉就在我们的前面，而督脉就在我们的后面。那有造成一个循环的这个脉，那这2条脉中间流动的就是这些能量，气。那是5脏6腑运行的能不能顺畅，全部就靠这些气的运作。当气被堵塞的时候，5脏6腑就会出问题。整个身体构成身体所有的脉叫做奇经8脉，但是整个奇经8脉都靠任督二脉来做一个主要的运行。一脉通百脉通，那是什么叫一脉通百脉通？只要任督二脉一通，全身的经脉都通了，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东西讲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
这个能量，这个气背后是谁在运作它的？谁呢？谁呢？谁？我们在整个宇宙间运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除了这个小我之外，我们最深层的当然就是我们观察的角度，就是我们的本体。那在这个本体跟这个小我之间有没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层次？其实有的，那个叫做高我。高我其实就是我们内在很深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个体性，它是最原始的一个个体性，就有点像我们的灵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性。那高我它是一个最内在的，会为了我们人生目的去运作的一个内在的自我。那这个我，它会是以一个比较神圣的目的在运作。其实说神圣好像也好像很怎么样这样。其实神圣的目的就是，它是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该学习的，然后是到最后回归于我们真正的自己的一个过程。它投射出来的意念会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那高我跟我们的气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它会帮助我们用这个气来建构所有的层次的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现象，都是我们用信念投射出来，然后高我去把它运作，去把它完成的。我们想说，我投射出一个信念，是什么东西帮我组合成一个事件，再回馈给我，其实是高我。那他的工作就会，你只要投射出一个信念，带有情感的信念，然后他就会自动去帮你建构整个过程，然后回馈到你的身上。那所以高我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那高我也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那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我。那高我跟我们的气就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个？后面会带出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我们这个肉身的状态下去体会到我们的气、我们的能量，甚至如何去暗示我们的高我，然后让高我去运作这些能量，去产生一个直接能感受到的作用。它这个作用不只是包含在身体的作用上，这个可以让大家在身体上感受到这个能量的运作。而这个更能够去投射在虚空当中，然后去产生作用。当你的身体能跟这个气能够这个感知能够非常密切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直接用你的意念去跟你的高我产生连接，然后直接对这个气产生作用。它是会不只是作用在身体上，那也会作用在外界。没错，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当你以后去体会到，然后去运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能量的一道门户。门户啊，没错，一道门户，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要打开了这个运作的机制你就能在这个宇宙里面产生很多的功能跟变化。那这些功能跟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的创意去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魔法。那这样是不是听起来很棒，很微妙？魔法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潘朵拉盒子的这个钥匙，然后讲的比较快的就是，我们好像哈利波特的电影把一般人跟具有魔法者分开来，然后把普通人称为什么麻瓜，是不是？有人会自称我是麻瓜，因为我没有魔法，我没有特殊能力。那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开始算是提供各位一个摆脱麻瓜的一个钥匙，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什么叫什么终极一班、终极一家，终极一班。对，然后他们也有麻瓜，所谓的麻瓜。先从现在开始就要让大家摆脱这个麻瓜，这样开始进入这个生命奥秘之门里面，来探索生命。那下一集我们就会开始去让大家感受一下，下一集我们就会分享怎么样来体会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气，然后并且让这个气在我们的先从身体上得到一些感受感知，然后进而能让它能产生一些作用，这样。什么是气呢？我现在稍微示范给大家看。龟派气功，哇，好强的气功啊！
哪里强？你有啊，我已经撑很久，然后才飞走。我是功力很强，所以功力很强没有都才撑了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你反应慢。不是我反应慢，是功力太强，但是最后还是飞走了。演个戏还是要不忘自夸一下。没错。笑死。